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皎月九和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技巧，还有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皎月的话，其实可以带电刑，也可以带这个迅捷步伐。迅捷步伐的话，就是容错更高一点。但伤害肯定没有像电刑那么高，但迅捷步伐就是容错更好一些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带到3红的话，连破这件新符文确实还是蛮适合一些这种英雄的。这里的话，对方选择来反野。伤害的话，前期确实没办法跟那个对方比啊，被对面吃掉了。我去，有被恶心到了。然后我们看看啊，前期劣势的情况下，是吧？去如何把优势慢慢扩大。这样的话就很难说去做双，就是这种常规刷野方式了，必须得改变思路。这里的话，选择红区的一个拉野，然后红开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可以越塔，叫队友尝试越塔，对方还想打，这样子 Q 命中以后直接 E 过来收掉对面射手，但没闪现了，那这样的话还收掉对面射手。哦，刚刚是辅助，这是射手，那这样的话直接还是赚的。然后自己赚，队友2个人已经是挂了，好吧，那有点小亏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以为上人路啊拉扯完以后就往回跑了。这样的话，队友来了，这个奥恩直接开大，这里一套上来，把大招打出来先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种高端局。就是你不被对面，你肯定会被对面就是去骚扰的，而这种情况下，你就不能按常规的玩法去面对这种局势。这样的话，蓝 buff 刷了，刷完这个4F 是往上面蓝 buff 靠，对面9桶过来了，肯定是来抢。这里的话，这边先到场，直接上来秒掉9桶。队友也很明白哈，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一个联动资源。就有时候你老想着去贪那几个兵，那有可能你就是吧，支援不到队友。既然队友那边劣势了，那这样的话带给你来说有可能是负反馈，就是说你下一波他的打野来抓你了，你就很难受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想来反，一技能空了，那这样的话技能空那就可以打，对面还有大招的，我没有舍得放大招，那这样的话。对面辅助跑掉了，
这种回推线还是尽量不要动。但射手又不往这边靠，有点搞了。对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猛，中路又崩掉了，然后上路的剑魔也感觉挺猛的啊。不过这个没办法的，确实是英雄差距。这里的话卡牌也过来，感觉还是被换掉嘛。引燃烫出来没有烫死，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对面都有那种单杀这边线上单杀的那种实力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双路有优势，所以就小龙肯定是不能去碰的，碰了可能先锋都拿不到。这种就最好的就是把那个先锋换了，互换资源。这里的话让羊头给队友打一下装备，拉扯一下。剑魔没打没闪，对方直接来开，那这样的话闪现拉开了，还好对面的伤害已经灌给了打野。哦，剑魔有大了。这里的话技能都有的，回家补了个状态，可以过来打一套吗？直接大招开。拉中3个，秒掉对面辅助。哎，辅助拉的有点远 ，Q 还躲掉了，完了，队友到 ，Q 命中，收割掉。这里对方有可能来抢到，还好斩杀线比对面高。金刚影的话，其实没有太多的什么啊技能斩杀线的哈，反拉过来再 E， 对面知道这边高手就是这个打野，一定要把这个打野给弄死先。对面好像是辅助青钢影，还是中单？哦，是辅助。哦，不是，是中路青钢影。就是最近好像确实有看到有一些中路青钢影玩的，就是那种然后中野的一个游动，就是节奏很好，就不怕卡牌这种飞来飞去带节奏。刚刚应该有点想贪，放了那个先锋，可以多吃一些钱，但太贪了。那这里的话，小龙可以打一波，直接上来打一套消耗先。卡牌飞到后面吗？没有，在前点。对面剑魔不下来的话，那直接可以拿龙了。拉中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辅助是跑不掉了。对面前面玩的挺好的，但是一打团就开始有点溃败了，就是太想着去把这个皎月杀秒掉了，开团的时候秒掉了，就是开始的时候 all in 太多劲了。投入太多了，然后每次都是而且打团的时候也不够，没有太快的把这边收割掉，每次都是拖到这皎月补满一个状态回来，还能打一波团。
中路他们想开团，但真开起来了，大招。这样的话必须得往回中路靠，这里被剑魔赶了一下，剑魔是做了引魔刀的，针对性很强啊。这里3个人，大招拉过来，先秒一个，这样 Q 再秒一个，进入到收尾状态。但青勘影一技能跑得太远了。没办法了，那这样的话去刷对面野，打是不好打的。青勘影回来了，这样的话反倒是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但射手啊没有打，就是中单这边支援赶到，人头互换，这节奏太紧密了，有时候是吧？老是会说错。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掉点，掉点的话对面100%要动大龙的。这样的话对面青钢影去清线了，可以来尝试动龙。这边皎月的斩杀线是很高的，所以不怕。打个状态，那龙拿到手，直接大捞进场。对面2个人，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皎月就不能像之前那种大招，就是说一个大招就能瞬间半血以下。现在就是顶多就是说打一段血吧，就是不是很能，就是说像之前那样子秒那种。不过这样子也好，就是现在游戏的竞技性真的变高很多，所以大家的出装也是要有一些，就是带符文啊或者出装啊都有一些容错，还有玩法上面也要有一点点容错在自己身上。装备的话。怎么说呢？有容错。你看他最后一件的话是推荐是做这个王冕的，之前是根本就不用做。但这局的话，好像到最后面是没有做王冕，这里面是有一件是做了针对性的一个回复，就是减治疗装备。这样的话，让队友去继续推进，然后回家可以把大帽给做出来。可以看到，他前期把破盾和那个都先做了，最后才做大帽，因为怕队友伤害这边的装备补不全。对面的话直接开，那这样的话金身规避了伤害，过来打了一套，被9桶炸过去了，所以被迫要去强行要去杀。但还好，射手这边可以收割起来了。像刚刚这的话是第一个 Q 技能空了，所以不能飞来飞去刷被动刷 E 技能。如果挂上被动的话，E 技能就可以飞来飞去了。
这里进来一个大招进场，但是被打断了。就是这里面绝活哥以为自己有金身，所以就这么上去了。但说实话，已经够了，这样子打出来就队友已经有了优势。然后队友上面的话，这里的话，沙米拉还是很强的，反打了一手。这样的话，复活出来可以直接去拿大龙。这里的话抓到单了，对方没机会跑。那这样的话，拿完这个大龙，其实可以配合超级兵的一个推进。大龙加超级兵，对面听线的话，沙米拉并不属于那种听线很猛的英雄。对面进场想来拼，但没机会了，为时已晚。这里的话有金身的，所以可以规避伤害，但没有摁出来。对面直接选择了投降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